我今天呢，本来邀请了几个大学生粉丝来家吃饭，他们哈尔滨 BBQ 了，然后就改成我给他们送饭了。完，我昨天晚上问他们想吃啥，好家伙，1000人心里可能有1000哈姆雷特，但在寝室里的8个人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他们说哥，我想吃肘子。完，我还蒸了一锅奥尔良鸡腿包，还烤了几个猪蹄儿。我寻思封校了也吃不着了，被孩子馋坏了，但也做了点封校时候能吃的，尤其是这个香煎玉米烙和孜然土豆片。我说你们帮我试一下子，我有一天要是把饭店开在学校门口了，能不能在门口的众多小饭馆当中脱颖而出？给他们带了2罐梅子酒，说想喝凉的就放车里了。然后做了个前帐口的广式炖羊排，他们点了一个辣椒炒肉的小锅饭，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大学生能拒绝这碗饭。完，天凉嘛，还做了一个辣酱汤火锅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是把这个电饭煲和火锅连锅端过去。你说这一周盖几个小姐妹围着热气腾腾的吃着多有感觉呀？完，他们说哥，你指定是没上过大学，这拿过来就是违规电器。我上没上过大学不说，但我可知道大学生爱打麻将，给他们烤了点麻将款的黄油曲奇，还在得物上买了2个麻将小手链。哎呦我天哪，我算发现了，得物上这种好玩的小饰品老多了，完了还老搞活动，买的贼合适。链接我放评论区里了。我觉得快过年了，你可以给你那上不了厅还抓不着对的姐妹安排一下子。再一个，我是发现了，这大学生你跟他唠4、6级，他就跟你眼神躲闪。你要问他这牌胡啥，他马上精神抖擞。哥，这胡对斗啊哥。来吧，香香了，广阳、玉烙、紫土、麻饼、汤肘、奥包、焦饭、鱼丝、烤蹄儿、辣锅。完，今天一听说让学校送饭，我弟还特意换身衣服，我俏里哥呀，真是。不过咱说这当代大学生真有素质，这么冷的天提前在楼下等我，完了还给我拿的红肠酸奶，给我整都不好意思的，我一顿表示感谢呀。完人告诉我，你哥俩别动啊，那是给咱奶的。我有个大学同学过年回来了，完在哈尔滨站一脚来家吃点饭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我居然真的上过大学。完我们就聊起来了，说上学的时候都吃啥来着？我们学校当时有食堂，但真没咋去过。它倒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主要那个食堂它在2楼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几段楼梯，它对大学生来说比登天还难。所以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黄金黄的焖锅，再不就是街口的麻辣香锅，夹肉不炸盐版。然后月中就会收敛一点，一般是4个人点1份鸡公煲，要不就是1份鱼香肉丝盖3份大米饭。这3人里肯定有1个人吃的是汤泡饭。然后我们老二他妈这会儿一般会给他邮几袋固始鹅块，说让他尝一尝家乡的味道。我估计他妈可能现在都不知道，他这一个家乡的味道养活了8个儿子。然后月末就不用说了，上过大学都明白了，这会儿是大学生的清理肠胃时间。我们一般就是老3样：锅塔尖椒、香辣土豆片和火爆大豆菜。咱说那真是一肉不肉啊。不过这几个菜确实挺好吃，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整明白，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菜好吃，到底是因为价格还是因为口味？那会儿其实还老吃一个白象方便面，我发现他现在出了一个汤好喝系列，那高汤面嘎嘎的。你看他这个不像一般用的粉包，他用的是高汤包，做出来这个高汤贼香，面也爽滑 Q 弹，汤味泡上去贼好吃。这个我建议喜欢的话可以多囤点，因为马上过年了，你半夜饿了容易订不着外卖呀，宝子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麻锅、鸡公、火大、好面、锅煎、鱼丝、乡土、固鹅、脆肘、牛焖，这些菜其实就贯穿了我们大学的时候1个月的伙食。然后没有汤啊，就正好用这个汤好喝的高汤面，有汤有面有营养。咱说上学的时候要有这玩意儿，就月初装大爷的时候，哪怕穿插1、2顿呢，那月末也不至于过得比陶白白还准呢。到23号就吃素。哎呦，我想想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今天来几个女同学打麻将，我的妈呀，一来5、6个呀！我跟你说，这里头有真打麻将的，有来蹭肘子饭的，还有他妈对象在家没吃的来给对象打包菜的。你看我弟今天干活都有劲儿的。那正好这2天饿了么发节，发年终礼，囤了不少吃喝，干脆就 Happy Saturday， 提前把元旦过。完了他们说要吃炸3样，还告诉多放点腰子。后来说想吃肥肠，说让我再做个溜3样。我认识他们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这玩意儿就50来岁退休老头吃呢，现在看是我狭隘了。完，今天有2个菜超常发挥了啊！一个是这一锅汆锅底儿，等过年消停点我出一期教程，到时候你要说不好吃我给你磕仨。还有这个奶油龙虾汤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就打一个文字版教程啊。你信我的，这汤你就做1回，你就会发现我教你炖的肘子其实也就一般菜。完，我们同学昨晚1点多还嘱咐我呢，说鱼子别放茄子，烤鱼多加点配菜。说这事儿他要忘了说了，完回家想起来，他这一晚上得闹死。就这种感觉像什么呢？就像你早上跟人吵架，然后晚上躺床上了才想起来一句有劲儿的。哎呦我天，就这种事儿，妈想想他妈这一晚上就都窝囊死。
来吧，香香的定糕、溜三、酱子、炸三、沙肚、烤鱼、虾粉煲、川底、奶虾汤、粥饭。我说今天别着急吃啊，告诉你们个好事儿，上饿了么搜发发节玩年终互动，最高能领100元券包，新会员还有0元起入会礼。这个年终互动能看自己的专属称号，我这个是居里采购夫人。那么这个有点太宽泛了，我这个应该是肘子先生。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。好像要拜访了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双11买不少好吃的，得到地方啊。再一个，到了黄金11月了，各家都开始杀猪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俩好肘子给我奶冻上。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妈越来越像了，看啥都想买，买回来往冰箱里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这丫头，我记得贼清楚，我先给她放到冰箱门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时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这一到方便他妈180天。完了还翻出点脊骨，因为排骨整根买便宜，上面的净排都给我奶做了，这点骨头让我煲汤了。这块牛排骨也是当时便宜时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块钱。我跟我弟说赶紧找救兵吧，只咱俩打扫冰箱把他吃的他妈吃完过年屁了。完翻出点牛杂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广式牛杂煲了。我发现现在这前账的出镜率他妈比我弟都高了。这说我弟我就来气，我这烙饼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后来我决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说来你掰一下子吧。来吧，吃香香的鱼鳗、羊泡、火鸟、杂煲、烤牛、油面、干鸭、骨汤、清肉，反正没啥正经玩意儿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计都赶不上大学食堂的伙食。完这不双11了吗？我弟寻换个电话，我们好顿在慢慢买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 APP 有东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价格，一目了然，还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历史价格。完了还有降价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觉它跟你对象一样，就你买啥东西买贵了，他就生气。完吃着饭，我爷来电话说物业不给清血，出不去门了。我说来吧，朋友们，吃完饭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我带菜刀上闹着玩呢。到最后，全楼的老头老太太能有一个脚上楼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有2个多小时，有点消化大劲儿了。我们12点多又找地方吃盒饭去了。我前2天看纪录片，看着一个给老佛爷吃的菜。相传老人家晚年牙口不太好，吃不了肉，完还干着急。他吃不着肉，御厨也着急呀，就琢磨把肉给他塞到6豆芽里。于是就有了这一道银牙酿肉。但因为制作难度很大，所以选角也很严格。我们按照流传的标准，用4个多小时，在将近1万根豆芽里才勉强选出572根。然后要想招把这些豆芽掏空了，再往里塞肉。就这会儿我一度怀疑过，这真是一道宫廷菜吗？这不纯变态吗？后来掏这500多根豆芽，算彻底给我们掏哭了，就跟张飞绣花似的，有劲儿根本使不出来，而且没有任何好办法，就只能用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顶出来。最崩溃的是，眼看就要顶穿了，结果在最后1/3的时候给顶漏了。问题这还是个大概率事件，我中间还试过针灸针，但是没等给豆芽扎穿呢，先给手指头扎穿了。这活干得太暴躁了，这也就家里是个露台，这要是个天台，明天早上吃晚饭都得少俩。我们干了7个小时，那500多根只穿成功了264根，然后就要往里塞肉了。但没寻思干那么慢呢，那肉在冰箱放都快2天了。好在搬家之后新换了个美的微晶501冰箱，它有一个微晶1周鲜抽屉，肉放在里边冷藏保鲜1周，还和鲜肉一样，拿出来不用解冻，直接就可以烹饪，就像给肉头等舱一样的保鲜体验。有了它以后再也不用吃冻肉了。然后我们人脉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当过公公的朋友，就准备了3种肉，寻总有一种能跟老佛爷对上。但是这一步比上一步还变态，往里塞火腿，差点没给我眼珠塞瞎了。肉泥可以用针线或者注射器，但是依然有被捅破的风险。到最后那1万根豆芽就穿成功了76根，做了20个小时，痔疮都快犯了，结果就整出3个1来，1天1宿就干出1口，我吐了我。至于口味吧，我只能说它不愧是一道宫廷菜，我等凡人根本尝不出其中的美味。简单来说就是没几味，就感觉干了20多个小时，完全干了个寂寞。这一宿干的可太窝囊了，全程连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好像没给我们憋死。看来文熬确实不太适合我们，以后还得是武熬。
我有几个哥们每年大年初二都上我家来打麻将，但今年嘛，就想干点热闹有年味儿的事儿。我们今天买了100斤猪肉，在家灌干肠。卖肉的大姐这顿问呢，你们不是我前男友派来的吧？切肉的所有家事都在这了，一共6个人，4道岗，组了一个临时的车间流水线。我们刚开始切的时候还有说有笑呢，半小时之后就都不吱声了，而且还不敢抬头，因为这会儿胳膊已经酸了，一抬头就能看着那一大盆肉没怎么动，就看那一眼呢，体格差的都他妈容易过去。中午车间吃的茄子卤面条，还有几根之前灌的干肠。吃完饭又有点精神，我们最后冲刺了一下，肉一共切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就开始抓料了。这个是最爽的，也没什么比例，我们就是使劲往里倒。反正我哥这种老手子，到最后咸淡都能闻出来。等灌干肠的时候，他们几个互相看不上，就拆分成2个车间了。一车间是手动车间，我比较看好他们，因为这几人本分。2车间是半自动车间，这俩人就是典型的光说话不干活。反正这注定是一场拉锯战，前期发育也不太重要。趁这功夫，咱先把福利发了。这大过年呢，给大家送点小礼物，不玩虚的，准备了1000元的现金红包，人人都有机会抢到，链接放评论区了，赶紧冲吧，宝子们！然后再回来看看战况啊。一车间有条不紊，越来越默契，而且还发明了弹匣战术，他们组的胜负全在这位工友的肚子上，他那要是个铁肚子，出门甚至都可以领一个铁饭碗。最后一车间赢的也没什么悬念，然后他们仨就开始站那看，他说我们不要奖品，我们只要讽刺。最后我们量了一下，100斤肉加上那些料，一共灌出来120斤干肠，然后找地方给挂上的。晾干之后能剩多少斤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晚上车间吃了一顿散伙饭，有干肠蒸饭、咖喱卖肉大姐送的猪脆骨、红烧卖肉大姐送的五花肉。那大姐竟然挺高兴，早上7点半她到市场，9点半我们就给她买下班了。然后就看她揣着溜骨的小包摇人回家打麻将去了。